兄弟，我能帮你查的都查了个遍，这是他在金陵女大的档案，新都会我也调查过了，她确实不是那里的舞女。从现有的资料看，若不是1年前她家里受灾落魄了，也算是个大家闺秀了。对了，我很久都没有遇到像你这么强劲的对手了。我曾是金陵女子大学桥牌社社长，带队在大学桥牌社联盟里大杀四方，称王称霸。你输的并不亏，荣家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。你们回去把这份卷子都做一下。我今天下午要出门一趟，如果在功课上有什么想问的，等我回来再跟我讲。是，先生。先生，请留步。大少爷有何吩咐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问问先生，你若是不在荣家当家庭教师，会去做什么？这个问题，该是我来问大少爷的。大少爷将来是要继续进学，还是想去荣家商行做事？再怎么样，也要有个大学文凭吧。那打算去哪个学校？可有打算吗？太太想送我去美国或者欧洲，随便念一个野鸡大学，只要不碍着她眼就行。我爹呢，则希望我念个商科，将来好继承他的家业。先生，你怎么看？前途终归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。况且，以大少爷现在的态度和成绩，想找个能收你的大学，恐怕并不容易吧？那就进商行好了，反正小开们不都是进自家的商行做事吗？跟着乡里混一段日子，上下摸清了，进出口那一套，从小看我爹做，没什么难的。这真的是出自大少爷的本心吗？本心？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，就好像这并非是我本意，我就真的能拒绝一样。人生说长也长，说短，一眨眼就是匆匆1年。总得有个理想抱负，才不枉来这世上一遭。你的2位妹妹，或是想学医，或是想学商，皆不愿耽于家中，相夫教子，终结一生。你既为男子，又是长兄，更不应该弱于他们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先生不就是想说，你的妹妹是女孩子，还这么有上进心，晓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，你身为男人，却还想这么混下去。冯先生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们都认为我再这样一事无成下去，就会变成纨绔子弟，永远没办法翻身。荣家是上海滩的巨富之一，大少爷即使做个纨绔子，躺在祖业上吃喝，也会衣食无忧。但我们今日讨论的，不是求生之谋，而是立世之道。大少爷可以仔细地想一想，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先生年纪轻轻，倒是将学堂里的老东烘做派学了个10有8九，好像你不拯救我，我就真的会一世潦倒一样。况且那些问题本来是我问你的，你却反过来质问我。可我好也罢，歹也罢，与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你自己尚且是一个庸庸碌碌忙着糊口的人，又何必操心别人该如何建功立业呢？
大少爷说的是我多管闲事了。不过，大少爷你现在拥有的皆是与生俱来。我为5斗米折腰，但这5斗米却是我用血汗换来的。我不鄙夷你不劳而获，你也不必瞧不起我的庸庸碌碌。冯先生，课上完了。太太，我听方林说大少爷留堂了，担心他给你添麻烦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没有的事，我只是想问问大少爷想考哪所大学罢了。那你可问着了。哎，你爹刚才打电话也是问你考学的事，他说最近打听到，若是捐一笔款子，你还是有希望进大学的，就是成绩不能太差哦。劳烦我爹在外奔波，还替我操心。不过等他回来，看到你一片苦心，一定会十分感激你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我心急似的。既然你自己不知道着急，我何必操这个心呢？太太这么说，倒是我不孝了。劳烦你替我操心打点，我还不领情，实属我混账。大少爷是有义气，想靠自己的真本事考上大学，给家里人争光。他的话没那么周全，但是意思是差不离的。年轻人气盛，容易犯冲，还请太太别介意。我哪敢介意啊？你问他，我敢吗？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流光之城》。大少爷，冯先生学问这么好，一定知道“多管闲事”这4个字怎么写吧？大少爷对太太未免有些失礼了，就算不满，也不应该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让她下不来台。你还知道你是外人啊？方才问我未来打算的时候，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切。大少爷是男子，而太太终究是妇人，就算你赢了，你也是吃亏的。我吃亏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过就是个家庭教师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